爸爸，我在中国，你看看好多外国人呢。视频中，这位操着一口流利中国话的黑人小伙名叫艾瑞，他来自遥远的非洲小国加纳。2014年，他迎娶了一位美丽的湖南女孩，之后便选择在湖南定居下来。后来又来到湖南的乡村拍摄视频，成为了一名坐拥175万粉丝的知名大网红。视频中，这位黑人女婿不断热情地夸赞中国的美好，甚至坦率地表示自己不愿回到非洲，只渴望永远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甚至梦想着能够加入中国国籍。那么，这样一位来自非洲的黑人小伙是如何赢得湖南女孩的芳心呢？他是如何成为一名中国赘婿的呢？大家好，我是南风。今天这对夫妻非常特别，现在就带大家走进黑人小伙艾瑞的中国情缘。艾瑞出生于非洲西部的一个小国加纳，他家里一共有7个孩子。艾瑞的爸爸是一名英勇的战士，在艾瑞出生前，他便因公殉职，而他的妈妈后来也改嫁了，艾瑞从此便成为了一个孤儿。随后他一直寄住在伯伯家里，长期的寄人篱下生活，也促使他一直比同龄人要显得成熟稳重一点。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他慢慢在学习中了解并认识到了中国，他经常观看中国的电影，渐渐的他发现自己深深爱上了中国这片土地。当朋友提议想去其他国家看看的时候，他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就是中国，因此他一直刻苦努力的学习，梦想着凭借自己的努力来到中国。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多年后终于成功来到中国留学。他没有家里的经济支持，只能依靠自己辛苦赚取学费，但他并没有因此丧失昂扬的斗志。在辽宁完成大学学业之后，他又立刻动身前往江苏无锡考取专业证书。考试结束之后，因为一次偶然的机缘，他来到了湖南永州。也正是这次永州之行，让他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在一次热闹的宴会上，他的目光不经意间被一位美丽的湖南女孩所吸引。仅仅看了那一眼之后，艾瑞便发觉自己对这个女孩一见钟情了。为了牢牢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他鼓足勇气向那位女孩索要了联系方式。此后，他便时常与这位永州姑娘聊天交流。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与了解，艾瑞便满怀真诚地向她表白了心意。起初，这位永州姑娘并未接受艾瑞的追求，但在艾瑞锲而不舍、真诚执着的坚持下，她最终被这个男孩的真心深深打动了，答应与他正式交往。因为他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而自己恰好是排行最小的那一个，所以他刚透露自己交往了一位非洲籍的男朋友，母亲就态度坚决地表示不同意他们在一起。而这个姑娘内心深处其实也并不想远嫁到遥远的异国他乡，所以真正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关键时刻，她的内心又不禁犹豫和动摇了。艾瑞实在是打心底里喜欢这个姑娘，渴望能和她一直长相厮守下去，但他又不忍心亲眼看到自己心爱的人正饱受思乡之苦的煎熬，因此他一时之间感到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看着焦急万分的艾瑞，这位永州姑娘给艾瑞想出了一个主意，说他可以考虑去当上门女婿。起初艾瑞并不明白上门女婿究竟是什么意思，经过永州姑娘一番详细的解释，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就是让他留在中国，搬到女方的家里去居住。艾瑞本来就对中国怀有深深的喜爱，他认为这个提议非常出色，因此毫不犹豫地欣然应允。就这样，艾瑞入赘到了永州，成为了一名上门女婿。2014年，选择做赘婿的艾瑞在中国定居了下来，但由于自身条件并不优越，无法为妻儿提供一个优渥的家，因此他与妻子一同回到了风景秀丽的农村老家居住。时间来到2020年，艾瑞的妻子顺利诞下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混血男孩。令他们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孩子的皮肤竟然是黄皮肤。他们不知道，随着孩子年龄的逐渐增长，小艾瑞的肤色会不会慢慢变得黝黑。由于两国生活习惯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妻子内心一直非常担忧艾瑞可能无法适应中国农村的淳朴生活。
但令人完全没想到的是，艾瑞竟然很快就适应了他们家里的生活，还和村里人打成了一片。除此之外，他还将自己辛苦学会的普通话变成了地道的永州方言。艾瑞因为自己的风趣幽默，赢得了村里很多人的喜爱，而他能吃苦有耐心的性格，更是让丈母娘喜欢。所以丈母娘每次盛饭，总会给他盛得满满当当。在干农活这类事情上，艾瑞同样显得驾轻就熟。尽管他初次尝试劳作的时候闹出了不少令人捧腹的笑话，但到了最后，不论是喂养鸡鸭，还是下田插秧、喷洒农药，他都能迅速掌握要领，熟练上手。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艾瑞在烹饪方面也同样是一把好手。随着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日益增长，他愈发的喜爱上了中国的美食。因此，当妻子下厨时，他也会在一旁帮忙打下手。日积月累，他逐渐掌握了烹饪的手艺。如今的他不仅学会了多道中国菜肴，做出的味道也相当地道正宗。俗话说入乡随俗，艾瑞进来到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后，他潜心学习并掌握了多种中国的方言，也深入体验和了解了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如今已成为上门女婿的他，不仅和地道的湖南人一样无辣不欢，还在端午节亲手包起了寓意深长的粽子。不仅如此，他还熟练地学会了打麻将，热情地加入了村里热闹的情报组，还兴致勃勃地和大妈们一起跳起了欢快的广场舞。在村里可以说是混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在中国，很多男生都以老婆为中心，事事以他为先，非常听老婆的话，对妻子言听计从。而在非洲，女人的地位普遍很低，处境较为艰难，什么事儿都是男人做主，由男性掌握决定权，甚至现在还有一夫多妻这种情况存在。艾瑞虽说没有像其他非洲男子那样三妻四妾、妻妾成群，但以前的他确实是有点放荡不羁、潇洒随性。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结婚之后的他也彻底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耙耳朵。在平常的家庭生活里，所有的家务琐事都由艾瑞一手包办，同时还要悉心照料和看管孩子。在外面如果不小心惹得老婆生气，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刻低头道歉。有时候察觉到老婆快要动手发火，他就条件反射般的跪下认错，基本上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2023年1月1日，艾瑞在抖音平台上发布了一条向自己母亲汇报其在中国生活近况的温馨视频。视频画面中的他正在参与他们村子里举办的一场热闹宴席。而这条视频之所以能够迅速走红网络，完全归功于他用带着浓重永州口音所说的那句：“妈妈，没喜欢你电话。爸爸，我在中国，你看看好多外国人呢。”截至目前，这个视频已经收获了超过200万的点赞，众多网友在评论区纷纷留言表示：“真是没想到，我居然在中国也能成为外国人。”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内容非常有趣，就大量转发分享了出去，所以他也凭借这个视频在全网迅速走红。他在自己的视频中曾经提到过，自己已经成功拿到了中国的绿卡，这意味着他已经获得了可以在中国境内永久居住的合法资格。在爆火成名之前，艾瑞还发布过许多有趣的视频内容，这些内容大多描绘了他在乡村的日常生活，无论是下地干农活的场景，还是参加乡村宴席的趣事，都显得格外生动有趣。再加上他本身是一位外国友人，大家都对他充满好奇，想看他如何在农村上演各种搞怪日常。因此，他的粉丝数量一路飙升，已经突破了175万。他在全网还有一个特别火的看点，就是因为他丈母娘和邻居大妈关系不和，所以他经常挺身而出，帮丈母娘和邻居大妈理论。你再吐呀！你再吐呀！我怕你啊！你再吐呀！再吐呀！我怕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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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拽狗呢！我怕你啊！拽狗呢！我怕你啊！为什么你过来了？怕你啊！过来了！为什么你过来了？怕你啊！我怕你啊！你不怕你？过来了！怕你！
那一口流利的永州方言配上撒泼打滚的夸张动作，那个场面简直堪称神级还原。一时间，他成为了网络上最会吵架的外国人。众多网友纷纷表示，原本只是让你模仿一下，可没让你直接超越啊！他那条关于没有彩礼的赘婿的视频也持续受到广大网友的关注。视频中，艾瑞委屈地向老婆询问：“我们都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呢？”妻子疑惑地询问他具体是什么事情，他直截了当的回答是关于彩礼的事情。在视频的结尾部分，他无奈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这次真是亏大了。”更有一些网友犀利地评论道：“你能成功嫁出去就已经很不错了。”他还因为这件事儿闹了好几次情绪，吵着要回娘家，就被老婆发现了，马上就认怂了。有时虽然已经抵达了车站，但他表示中国的生活非常美好，自己心中满是不舍，不愿离开。艾瑞不仅会拍摄一些农村的日常生活片段，还会紧跟潮流，模仿一些爆火的热门视频和网络段子。除此之外，艾瑞还在他的视频中积极传播着满满的正能量。他经常会在逢年过节的美好时刻，提着大米和食用油，为村里的孤寡老人送去温暖与关怀。不仅如此，他还会向中国某些受灾的地区慷慨捐赠物资。自从艾瑞走红之后，关注他的人变得越来越多。俗话说人红是非多，因此他所遭受的质疑也与日俱增。很多人指责他利用热爱中国的口号来博取流量和关注，甚至还有人认为他是入赘到中国，仅仅是为了获取一张中国的绿卡。最主要的一点，他的出身和外貌形象始终是网民们议论的话题，经常会有人嘲笑他的长相。除了质疑和嘲笑艾瑞的，也有人将质疑的目光投向艾瑞的妻子。在许多人看来，艾瑞的妻子容貌如此出众，之所以会选择艾瑞，完全是看中了他的财富，甚至有人认为艾瑞的妻子有崇洋媚外之嫌，未能发现中国男性的诸多优点。除此之外，令人震惊的是，竟然有部分人连他们孩子都不肯放过。因为艾瑞的孩子没有遗传到艾瑞的长相，许多网友便纷纷调侃说，幸好没有变成小煤球，否则的话，这个孩子的一生可能就要被彻底毁掉了。也常常会有人自豪地宣称，幸好中国人的基因强大。艾瑞虽然堪称是一位吵架辩论的高手，但当面对网络上汹涌而来的质疑与恶毒言语攻击时，他却总是选择用沉默不语的方式来应对一切。有时他的妻子会为艾瑞简单地说上几句好话，但两人从来不会提及他们相识与相爱的具体细节。这也正是网友们总是恶意揣测他们感情的原因所在。但也有一些网友表示，艾瑞虽然是外国人，但他非常有责任心，疼爱妻子，也能吃苦耐劳。很多人长久以来都看不惯有人带着偏见，毫无道理地抹黑他们，因此大家都纷纷为他们发声。90后的艾瑞从未来中国前那副社会精英的精致装扮，蜕变成了如今这副淳朴的农村小伙子模样。他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不仅源于内心深处对中国的真挚热爱，更饱含着对妻子与儿子的深沉爱意与家庭责任。成为网红后的艾瑞，如今已然过上了富足美满的好日子。尽管他们现在有房有车，生活条件优渥，但他心底最眷恋的依然是那质朴的农村生活。因此，他大部分时光依然选择居住在农村。他时常拍摄一些记录生活的视频，精心维护自己的粉丝群体和流量热度。他的儿子如今已经3岁了，小艾瑞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抖音账号。这些内容都是由艾瑞妈妈发布的，记录着他的日常生活点滴。从发布的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出，艾瑞的肤色现在是越来越黑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那天生乐观开朗的性格。除了会定期更新自己的视频内容之外，艾瑞夫妇还时常开通直播与大家互动。因为目前的生活状况还算不错，因此他们如今已不再频繁进行商品销售，转而选择在直播中与粉丝们进行亲切的闲谈，偶尔还会通过连麦功能与观众进行互动。当然，时至今日，依然有大量的网友在观看他们直播的过程中质疑他们的感情问题，但是他们每次都是这样回复大家：
爱情不分国界，能走到一起不容易。希望大家不要带着那么多的恶意来批判他们。此外，网络上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艾瑞如今已经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从中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其中不乏来自中国市场的支持。然而，对于这一点，艾瑞本人却从未做出过任何公开回应。作为一名拥有100万粉丝的网络红人，是否开设公司或许并非问题的核心所在。艾瑞凭借自身的辛勤努力，实现了人生的重大转变，让整个家庭都过上了富足美满的好日子。不少网友因黑人辱华事件而对艾瑞产生排斥情绪，但艾瑞始终坚定不移地表达着对中国的深厚热爱，并且他还顺利通过了诸多严格的中文水平考试。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已经生活了整整9年的艾瑞，早已将中国视作自己生命中的第2个故乡，并多次真挚地表示自己不愿再回到非洲，渴望能够永远留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并且渴望能够加入中国国籍。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南风，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